时刻，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也是宣布当选不到1天的时间，习近平马上发贺电，特别表达说，历史昭示我们，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跟国际社会支持。也就是说，我们两个要合作。可是不对啊，如果你是发贺电，你就说，我们非常高兴你能够当选，带领着美国往前走，也希望中美双方能够关系越来越好。你怎么会非常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和，不和的话我们会有受伤？是不是代表习近平真的怕了？习近平真的慌了？那为什么习近平怕了？习近平慌了？因为川普对付中国的态势已经形成了。因为川普当选之前就已经讲了，他要想办法结束俄乌战争，他要想办法结束中东的纷乱，他要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他的副总统凡斯就讲了，相对于台海问题来讲，俄乌一点都不重要，所以是不是要把不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专心来对付中国呢？我们看到石头，现在《华尔街日报》就讲了，对，现在川普的幕僚群已经非常密集的开会，大家已经在积极的讨论，而且以蓬佩奥为首的，大家都提出不同的方案，没错，干嘛？我要解决俄乌战争了。对，没错。事实上，川普在选举的这个过程中一直说，他要尽速的，他上任之前呢，要结束俄乌战争，而且中东问题也要把它搞定。好，那他现在策略很简单，中东问题来说话，你看纳坦雅胡在这个川普当选的时候多开心啊！对，所以他现在放手让纳坦雅胡想打就打，搞定中东问题。好，那就没有问题了，中东不会是个问题。在俄乌战场来说的话，他现在已经开始，听说他的幕僚群、外交群已经开始在提出不同的方案了啊。他说，与总统关系密切的外交政策顾问现在已经提出不同版本的计划，而且这个不同版本的计划已经有交集了。对，那这些版本呢，目前为止已经送到川普的这个面前，等到川普做最后的决定。还有这么急？决定之后就可以拍板定案。所以你看，事实上普丁就不开心了。所以普丁，你要照理说，如果这个如同大家过去说了，普丁跟川普关系很好的话，普丁应该在这一次发贺电呢？发贺电，他不发贺电。然后他就是只派他们总统府发言人说啊，我知道某一个国家换了这个新领导人，他们怎么做，等到这个新领导人上任再说吧，讲得很冷淡你知道？所以可见俄罗斯的确知道川普要做这件事情，对，因为你要做这件事，说我不爽嘛，我接下来我可能会损失我的这个权益啊，因为我不开心啊，也不知道川普最后的方案是什么，对，也不知道你这个方案会不会让我下不了台，所以我先静观其变。那你看泽伦斯基第一个时间马上派贺电给他，说，我们之前会谈的非常开心啊，这样为什么？因为他还是有求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立场嘛。可是里面来说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习近平，而且习近平呢，在昨天晚上的这个川普确定当选没多久，他就拍贺电给这个川普了。也就是你看，这个国家主席的习近平致电给唐纳德川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然后习近平指出，历史昭示我们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所以我们要稳定前行啊，符合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利益啦，还有国际社会的期待。我们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然后这个合作共赢的这个方向，然后要沟通对话，管控这个分歧，然后互助合作。所以你看。他讲那么多，宝姐，而且要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的正确相处之道。对，好，那他为什么讲那么多？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恭贺他，你看人家这个，你看人家那些包括说像这个纳坦雅胡，就 po 个照片就好啦。对，那你讲那么多干什么？讲那么多就表示说，我跟你讲，我拜托你安呢，好不好？那讲好不好？他的期待，我的期待，我们两个要这个样子，好不好？这样一个状况嘛。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个习近平会不会害怕？你说他怕了？当然害怕。我跟他讲。为什么他要搞定这个中东战争？为什么要搞定乌克兰战争？他讲得非常清楚啊。其实以川普的这个想法，还有美国共和党的想法，他们敌人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只有一个敌人，只有中国。所以我把乌克兰搞定之后呢，我把这个中东搞定之后，接下来这样全力就对付你中国嘛。所以才跟你说，为什么习近平也知道说，他接下来恐怕要面对的是一个超强大的美国军团会全权打向他。而且是曾经讲过，就是他的副总统凡斯讲的最明白，他之前在接受专访时就讲，相比于台海问题来讲，俄乌根本就不重要，对，俄乌要赶快处理。而且他还讲说，现在俄乌之间最好就搞了一个所谓的非军事化的中立地区，没错，而且这非军事化的中立地区，我们要严密管控，让它不要再发生事端。所以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今天这篇报道，就是它不同时期，也就是各方面的这种所谓的外交政策幕僚里面，对，现在真的已经慢慢想说，你就是把这个乌东地区变成非军事区，没错。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川普的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在商谈之中，而且
有可能会在过几个礼拜就会提出来咯。对，所以这个有可能真的如同川普之前说，是在我上任之前我就要搞定哦。上任之前就要搞定。他这样说的。好，那你知道，事实上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有压力，拜登。拜登他现在怎么说？拜登说：“哎，我们要赶快给你再新一批的这个安全权力的这个资源。”他说他会在他任内结束之后，全力给乌克兰。但是因为我再不给乌克兰，对，我就没有机会给乌克兰了。是，而且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在川普手上解决，对，我拜登的脸往哪放？对，他会说呢，他会给他很多资源，让乌克兰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显见，拜登也知道接下来的川普会推动怎样的状况。好，那他现在推动的方案是什么呢？对，好，那现在推动是什么方案呢？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啊，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们准备了在这个乌克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占领包括顿内斯克啦，还有卢甘斯克这个地方，他可能会画出依照目前为止的战局，画出一个约莫这个边界是800公里，然后面积大概非常大的一个区域呢，把它划成为中立地区，就是说这个是中立地区。中立地区来说的话，不属于俄罗斯所管，也不属于乌克兰所管，它就是中立地带。那中立地带的目前为止的守护由谁来担任呢？他说，川普的想法是说，我们美国人不会去哦，你要么就是让联合国部队来，要么就是说你北约部队要来，可以。他讲得很白。那是波兰的事情，那是捷克的事情，那是德国的事情，那是法国的事情，欧洲人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联合国部队可以来，或者是说你北约部队来，但是美国人不来。那你就说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我们可以提供你技术资源，我们可以提供你武器，反正我们人就是不来，就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他就是这样画出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非军事区，对，非军，然后同时呢，乌克兰必须承诺你20年之内不能够加入北约。因为这也是这个俄罗斯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所以你20年不加入 ，OK， 那我们美国呢也会提供你相关的军事武器啦，协助这样啊，提供你防卫的这个能力，这样，然后反正中间有这个非军事区，这个是由这个法国人、波兰人、德国人，还有这些欧洲人这个守护的嘛，所以你们欧洲事情自己管，美国不想管这件事。所以很简单，他的政策立场主张来说啊，凡事也这样说，凡是说我们要尽快结束这个战场，因为为什么台海问题更加重要？台湾有生产晶片，所以他的想法已经出来了。对，只是说目前为止要怎么做，这是变成是个难题。因为为什么？泽伦斯基目前看起来的话，他的角色是比较尴尬，因为泽伦斯基目前为止仰赖美国的资源嘛。所以，如果川普真的要说，我断你的资源的话，泽伦斯基是就完了，他有可能坐上谈判桌。他连他政府公务员的薪水，对，现在都是美国人付的，所以他有可能会站上谈判桌。所以你看，泽伦斯基就开始一直发文嘛，这个发文说，我们之前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通话，怎么祝贺你这样，所以就让市场泽伦斯基知道他接下来是怎么样。但是俄罗斯的立场就不知道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目前为止，宝杰，那为什么俄罗斯目前为止他不想这样做呢？因为他北韩部队刚来了。北韩部队他未来还有8.8万人呢，虽然说一开始的时候被打死了，被这个歼灭完毕，可他8.8万人进了这个战场说，你现在美国的资源又减少，说他认为我有优势啊，我有优势，那我干嘛要跟你谈判呢？你说如果美国不介入的话，我对付北约是有把握的。对，那所以呢，现在川普的问题，其实他要怎么样去说服这个普丁，变成是非常大一个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昨天那个普丁不想发电给他，因为川普一定会跟他讲这件事。我不想跟你谈。对，一定会跟你讲这件事嘛。那你看，所以你就知道，但昨天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府的这个发言人说得非常清楚，就等他上任再说。虽然他不想在他上任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可是问题是这个，你看，川普说我要在就职之前就要结束乌克兰战争了，对，所以就变成是。他现在的问题是他之前讲的话是要在这个就职之前啊，可是现在普丁就是我在就职之前不跟你谈，所以现在双方陷入个这个所谓谜团，就是到底你要怎么把普丁逼上谈判桌，这是目前为止川普最大的一个难题。而且刚才讲到的，现在川普要这么做，我们刚才讲的非常的明白，就是我做的这个所有的动作只有一个目的，对，因为我要专心对付中国。没错，实际上川普在这一次的这个大选里面来说，他讲了非常多话，就是要对付中国之类的这个话。好，那于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之前我们不是说过说美国有一个什么2027戴维森窗口，就说当时他会发动这个战争，解放军战争的时候，可能美军也可能会作战失败，什么红旗这个说军旗推演，这个胜多当败少这样一个状况。可是宝杰有没有注意到，川普不信这套啊？川普就说什么？什么媒体报道说我们跟这个中国解放军打仗，我们会打输。他说没有，我们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讲屁股尿流。所以那他的意思是什么？那边爬来爬，我马不会惊你啦哈。那甚至他在之前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呢，
你们为什么现在可以中国为什么在这边这个所谓的这个军演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还在，我不是总统啊。如果我在的话，他不敢这样说。他说因为呢，习近平知道我是一个 F 开头的 crazy man，所以呢，你就知道事实上他对于习近平是相当。虽然嘴巴说，哎呀，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其实他对习近平是相当凶的哦。他曾经，他有把握压住习近平。他曾经说过什么？我跟习近平在这个海湖庄园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说，兄弟啊，我发射了58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他又这样跟他当众把他say明了，他是不用怕他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呢，习近平真的感觉到非常大压力，也是因为这样，就赶快派个贺电来恭祝这个川普当选总统了。现在除了川普上台之后，全世界都非常紧张。以川普的个性，而且他等于说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个性，会把整个世界搞得怎样的天翻地覆，我们不知道。但另外一个是，欧洲也没有比较好，欧洲现在也是天翻地覆，欧洲现在跟美国一样，也是右派，而且是极右派当道了。在美国总统结果正式公布以前哦，以德国总理肖兹来说，他选前的时候，他公开谈论过，并不看好这个川普会当选。可是，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还没有公布正式是谁当选美国总统，只是显示这个川普的票已经领先这个贺锦丽的时候，肖兹就已经公开在 X 上面发这个 Twitter，就是等于是 X 上面发文说恭喜川普当选，然后呢还说这个德国跟美国是这个大西洋两端的紧密的这个好伙伴。然后3个小时之后呢，这个肖兹他还连发3条推文直接在网络上也祝贺川普当选。不止这样，法国总统马克宏意大利总理的这个梅洛尼还有这个英国首相施凯尔，都陆陆续续也都在网络上，在还没有公布正式的结果之前就推文了。然后昨天晚上，当川普正式发表胜选感言之后呢，包括刚刚我讲的肖兹、马克宏、英国首相施凯尔、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全部都打电话跟川普联络，然后恭喜他当选。除了前面网络的 po 文，后面又立刻打电话，为什么？因为这几个目前当家的几个国家几乎都是偏左的嘛，可是现在在各个国家里面几乎都是右派势力抬头。右派是，我就讲刚刚的这个德国总理动作做最快的肖兹在前不久1-2个月前，德东的这个不管是萨克森邦还是在德东的图林根邦他们有一个 AFD 叫做另类选择党，是以德国民族主义为中心，它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反移民、反欧盟、反这个支持乌克兰战争，反这个伊斯兰，他们甚至有超过54%以上的民意认为说不要再支持这个军援乌克兰，不要再给乌克兰钱了。这不是跟这个川普之前讲的一些话不谋而合吗？对。然后结果这2天，德国现在最新这个消息，德国、波兰跟奥地利的警方3个国家联合在这个德国的萨克森邦，这个也就是萨克森州这个地方，还有波兰的一些地方破获了一个至少抓了15到20个成员，这都是种族主义以及反犹太主义的萨克森分离主义者，这个叫极右派势力。他们密谋用武力、暴力，而且有武器要夺取德国的这个政权，他要政变，他们要建立新纳粹所以后来被德国、奥地利跟波兰警方，而且中间有开枪。他们是玩真的吗？他们有步枪有枪。当时警方要他们放下武器投降的时候，有个人还要拿步枪回击警方，立刻被德国的警方开枪射击了之后，似乎这个有受伤，但是然后赶快送医急救之后就没事。所以成员里面抓了10几个、20个人，其中他的一个负责人叫约尔格，也在德国的萨克森邦这个地方也被抓了。这个就是标榜极右派势力新纳粹主义的这个抬头，他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纳粹的国度，在德国要颠覆德国现在的这个政府。对，所以你说觉得你太软弱了。所以你说肖兹紧不紧张？紧张。那包括我刚讲的德东的图林根、萨克森，前不久的选举才被他们这个AFD 拿下来。AFD 本来被德国的政府视为是种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党，那现在又抓了这些种族主义强烈、色彩明显的这个极右派势力，所以不止德国有这个问题，意大利也是，法国也是，甚至连西班牙、英国都有碰到这个问题，都面临左派当家，极右派势力蠢蠢欲动，而且跟着抬头，也难怪他们要赶快跟这个川普联络，或者是恭贺他，以免川普的风潮席卷到欧洲，这些左派可能不久之后都被拉下来了。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川普如果当选，一定是把全力对付中国，然后呢，一定要跟中国坚壁清野，把所有的高科技，你绝对不会有任何东西流到中国去。但是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激烈的动作，什么激烈的动作？就是你任何中国到美国求学、到美国工作、到美国等于说担任职务的这些人，
他居然开始搜查。当我怀疑你的时候，我就叩敲门，就把你给抓起来了。后来拜登觉得不行，我不能这样干。可是我没有想到，川普以前是这么凶，川普以前是这么凶的对待这些从中国来的华裔科学家。是，而且事实上真的对这些华裔科学家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哦。他们说在那一段时间，其实只有中国的一个计划，这个中国行动计划在那3年，2018年成立，然后在2022年、21年左右结束。他说在这几年内，总共有148名的一个华裔科学家被查被抓。结果真正你说川普任内有个叫中国行动计划，中国行动计划里面有100多个中国的科学家，我就直接半夜或是早上凌晨直接敲门，直接把你带走。对，其实呢，但是很多真的到最后根本就是无罪。然后，但是很多人已经受不了，他的人生都已经毁了。比如说像是谁呢？像是一个华裔科学家叫施小新哦。你知道他说我是1989年我就已经到美国，而且我就是美国籍的，就这个人，对，就是这个人。然后呢，他就讲说，而且我从事的其实就是科学的研究。那你知道吗？有一天我睡醒之后，突然家里出了10几个人，而且他们带着枪。他直接就把我手铐起来，然后呢还拿着枪指着我太太，就说我可能从事间谍工作。然后呢他就说，哎，我这个超导体哦，怎么样？我跟中国，我协助中国大学哦来窃取，或者是来这个美国这边来做卧底的，把这相关的技术全部弄到中国去。他心里想说，你在讲什么？从来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呢，他被指控犯下4项的一个电信诈欺哦，企图协助中国在发展超导领域的一个竞争力哦。结果你知道，他本来是在当地是那个他们学校里面是非常火红的一个科学家，他那时候手上有9个研究案，他有10几个研究生，就后来这样搞2、3年，虽然他获判无罪，就他到现在只剩下2个学生。因为大家已经工作都没了，大家不敢相信你。然后结果后来他现在跟他老婆开始打，就是对美国政府都打官司，就说你不可以，我是已经在美国待的时间远超过我在中国待的时间，结果你只是因为一个这样的计划，只是因为我曾经飞到中国去，你就把我变成是一个间谍。那像类似这样的其实真的非常多。还有一个叫胡安民的，他也是在中国出生，然后呢，他也是读完了一个博士之后到了加拿大，然后到了加拿大之后他就入了加拿大籍，然后呢，他主要研究领域就是航太生物科技的这个部分，也是突然有一天他就变成也被敲门之后就说，哎呀，你的这个东西哦，你隐瞒哦，你在研究时期哦，在北京工作一个资历哦，所以呢，哎，我跟你讲哦，你们现在已经被我们调查，他就心想说。哎，不是啊，你当时也没有叫我连什么10-20年前去的那个中国一些相关的研究资历也要讲，我不是故意啊，是你没有说叫我一定要讲啊。但不管怎么样，他在监狱里面足足待了8天，然后呢，他说他那个8天是他这个世界上这一辈子最痛苦，他不断的去质疑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要来美国？我不是选择做科学吗？我不是已经远离政治了吗？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为什么现在会在这里？他说我从来没有一天像现在如此绝望过，感觉一夕之间你失去了一切。而且我看他们研究计划，我觉得非常可怕是，宝宝，我们看这个胡安民，他做什么？他是做材料科学的，他是机械航太生物的这个叫副教授，他说什么？我做的是把法丝小1000倍以上的材料，而我这个材料可以当成航太的材料，这个航太材料我可以送上火星，送上地球。结果呢，他被抓了。这个就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西小新跟他讲，他说半夜早上7点钟，他被敲门很大了以后，一打开里面外面都是荷枪实弹，所有都是 FBI 的。他说他老婆从那个卧室出来，他说他老婆从卧室出来，对不对？他叫他举手出来。所以你要给我举手出来，因为他拿枪指着他拿枪指着他老婆，而且他家就他老婆，他还有2个女儿。你要知道，大家一天只是刚睡醒，看到你家有10几个壮汉拿个枪指着你，真的是会吓死，你知道吗？所以后来，你知道他们这2个人，他说他们后来得到一个结论，什么结论？永远不要跟中国搭上关系。他现在变成怎样，你知道吗？他自己是中国籍。就是中国出生，他完全不收中国学生，他现在已经变得连不敢收中国学生，不敢收中国学生。然后另外那个刚刚那个男生，另外一个吃小亮，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直接说。他说：“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完全感受到文化大革命，只是发生时间点是在美国，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点不太能理解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后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去抗议，然后抗议之后呢，在2021年、22年左右呢，就是拜登政府已经终止了这个计划。”
终止这个计划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它涉及到种族歧视。就没有想到这场选举也来了，这场川普又回来了，川普又回来，他们每个人真的是吓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就说，从大概就川普上任之后哦，每年几乎都有1-2千名的华裔的一个科学家，或是华裔的相关的研究人员，在各个不同领域的回到中国去，因为他们在这里，他们发现他们无时无刻都要面临到忠诚考核，而且无时无刻都会面临到你是不是中国间谍的问题。好，是哦。另外就是日经亚洲讲说，苹果现在居然接下了富士康，他说你要生产这个伺服器 AI 伺服器，可是在哪里？一定要在台湾生产这个伺服器。对，所以就讲说，现在不是讲说，大家担心川普会不会对付台湾吗？你说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你不管任何公司，你只要发展 AI， 对，你都只能跟台商合作。对，没错。事实上，这是日经亚洲的报道。你看 ，Apple X Foxconn to produce server， 对不对？就是 AI， 然后在台湾做好。所以就是说，它现在呢，苹果原本是自己不做这些伺服器的，它是跟人家买。但是问题是，苹果在今年的10月已经推出了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它的 AI 功能之后，它未来的 AI 呢，它不能够再买这种所谓辉达这个 AI， 因为辉达 AI 呢，它这种太大的这个 AI， 我不需要这么复杂功能，所以接下来苹果会自己设计自己的 AI 晶片。然后 AI 晶片的时候交给台积电代工，然后他现在就询问说，你富士康就是鸿海，你帮我代工的可能性。但是呢，他有一个条件是，你要在台湾，一定要在台湾。因为什么？因为富士康它有在中国啊，它有这个工业妇联在中国，那还有在这个台湾。他说你不要在中国，要在台湾帮我做这个相关的这个 AI 的这个产品。所以看起来的话，连苹果苹果是很敏感的，库克很敏感。你看库克前一阵还跑到中国跟中国官员他说我们会继续投资，但要转过来他就马上跟富士康说，你要在台湾给我生产 AI， 所以 AI 一定要离开中国 ，AI 一定要离开中国。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美国一定会管制你嘛，所以也就是说，它未来的这个方向会是这样。可能在中国它也有 AI， 那中国的 AI 就是在中国做，但是在中国以外的就全部都到这个台湾来做。所以呢，因为它为什么？它未来会有在日本啊、法国、西班牙，通通都有非常多 AI 功能，它有更多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要在那边盖 AI 中心、那些资料中心等等。因为现在你苹果你的手机就这样发展 AI， 对，你不可能手机自己做，我后面都要有一些终端的设备。对，这个终端我在各个区域里面，我都要有苹果的伺服器，要有苹果的云端中心，我才可以提高最好的服务。对，那我有这么多的伺服器，这么多的云端中心，它只有一个合作对象。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做，那就只有台湾。对啊，所以你知道他就是要跟台湾合作，所以你就知道。但是呢，问题是鸿海为什么要跟鸿海谈？因为鸿海目前为止的订单爆了。你要事实上目前台湾的厂商不止鸿海啦，还有广达啦，那些一线的啦，现在都爆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 Blackwell 的订单太多。你知道前一阵子呢，美国的这个云端设备，它来公布营收之后，结果你知道，他们其实后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所有从这个美国的这个7大公司，他们有一个共同，就是我们明年要大举投资 AI， 也就是说，它 AI 投资比今年都要多加20%、30%。目前已经产能吃紧了，未来就一定铁爆更吃紧。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鸿海就说那我们目前为止都被 NVIDIA 预定了，那怎么办呢？恐怕有一点难度，不过还是要想办法挤出来给他。所以就可见，至少在 AI 市场里面来说话，美国再怎么绕，它绝对是没办法绕过台湾的一个状况。所以彭博就讲，台湾是推动 AI 发展的引擎。对，没错。实际上这是 Bloomberg 的这个报道，他说台湾确实是这个推动 AI 的这个发展的引擎。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说真的啦 ，AI 整个这个产品来说话，这个 GPU 当然是由这个所谓这个辉达所设计出来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 AI 里面需要伺服器里面需要所有的东西，宝杰知道吗？事实上除了 GPU 真的是辉达做出来之外，所有其他东西都是台湾做的。台湾发展出来了，包括说整个机架构，然后整个散热，很多元件都是台湾或者是台湾的供应链所创造出来非常大的这个状况。所以没有台湾的这个产业的合作的资源的话 ，AI 其实是发展不起来的。所以凡斯才讲，台湾对美国太重要了。对，那不止这样，还有晶片等等。所以我才说嘛，川普或许他真的会想对台湾要动什么这个歪脑筋。但是呢，他最后会发现到说，好像对台湾动歪脑筋之后，最后受伤了，搞不好还是美国本身。而且台湾的这个范围还真广。对，没错，我们就说台湾绝对是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譬如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我们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叫达明机器人，它是做什么？它是让这个辉达一线合作的做机器人的公司哦。那它做机器人，它现在是跟美商的这个 AMET 他们做什么？他们用这个 AI 的机器人的方式做一个协作型的机器人。
那这个协作人机器人要做什么呢？我们知道有时候呢，这个焊接工人啊，你在这个机器要焊接啦，或者说很多这个汽车工厂要焊接的时候呢，你要用人工去焊接，他现在不用。他就用这个机器人去帮你协作，你要焊接，或者而且你还可以怎么做呢？你只要把前面的砖头换掉，就譬如说我们把前面的砖头换成是可以做这个焊接的这个工具的时候，它就可以焊接。那把它装上别的工具的时候，我可以锁不一样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刚才看到，它去锁这个车子的螺丝，有没有？车子的螺丝。所以你说以前的机械手背不能这样做，没办法做那么仔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以前的这个 AI 的这个触感，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你要做这些所谓的动作的时候呢，你不要用 AI 的伺服器来判断说，我要抓到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一个方面。然后以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螺杆啊，或者说所谓的轴承，没办法做那么精密，现在都可以做得这么精密。所以就是说，用 AI 的方式，然后用 AI 来训练这些机器人，因为现在机器人可以你训练它嘛，譬如说它可以看着你做你的动作，它可以模仿你的动作，所以它目前为止它的动作真的非常仿真哦。所以现在的这个达明机器人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开始出货了，所以目前为止是协作机器人在做。另外还有什么？它还有做一个所谓的 AT30S， 它做什么？宝杰仔细看哦，它其实未来可以用在半导体产业里面。半导体里面已经有非常多机器人，但是未来可以做更多更细的。它很有力量它居然可以一手可以撑住35公斤，很重所以它未来可以搬运很多东西嘛，甚至还有很多视觉的这个效果，所以我才说未来的机器人领域是用途非常非常广，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而且这些供应链一定就在台湾，所以我才说台湾的未来的供应链还是美国不能够取代的。国正，刚讲商周上个礼拜做了一个叫做新台商，也是过去我们讲的台商大部分在中国开疆辟土，然后在中国各个省市里面都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土地跟工厂，可以说现在已经大幅的迁出来了。大幅迁出来以后，我看到商周这个表才发现不管台积电、日月光、这个所谓的环球晶、鸿海、和硕、伟创、英业达、广达这些公司，大举进到美国里面去了。这证明了一件事情：是中国制造不可取代吗？中国制造是可以取代的，美国制造可以起来吗？已经起来。所以苹果现在为什么川普一选上，马上下单来说要台湾制造，要找台商合作？因为台湾已经证明一件事情，搬到美国可以成为聚落，建立一个庞大的聚落王国。所以电子四哥，你看，在美国的地或墨西哥都可以完全看到他们。所以在华雷兹这个地方，距离美国 El Paso 这个地方就有15分钟。它双子星城，它已经变成了墨西哥的小昆山。再来提华纳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墨西哥的东莞，其实专门在生产汽车零组件。再来台湾的产品就是卖到加州跟德州，刚好形成一个全新的供应链。所以为什么昨天你说台湾已经在美国，也就在美墨边境这个地方，已经形成很多供应链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台湾的厂，鸿海在墨西哥跟德州有厂，和硕在墨西哥，华雷兹这里有厂，伟创在达拉斯，德州再来是华雷兹，它也有厂，英业达在华雷斯，广达更厉害，跑到完全就美国做 AI 伺服器。所以为什么苹果昨天道琼狂涨1500点，道琼成分指数有一家公司非常悲哀，没有涨，是谁？是苹果。为什么？因为它站错边了，它拥抱中国制造，可是他拥抱中国制造的时候，美国制造、墨西哥制造、台湾制造起来了。所以投资人为什么不投苹果？因为他站错边，选错方向。所以你刚才讲的，原来今天日经亚洲做的这个新闻有这么重要，就代表那是一个苹果的重大转变。苹果的重大转变，当然你要去透过鸿海的去做生产这个 AI 伺服器。第一个，我要进到 AI 的领域里面；第二个就是我要确定离开中国。所以为什么童子贤说2大板块的运动已经发生了？最大板块最重要的未来是什么？ AI。所以要不要吃苹果不重要，重点是要建立新的 AI 聚落。所以为什么童子贤这么老型仔仔？因为这个板块已经形成了，你要站对边，你要选择这边的板块，有 AI 才有未来啊。所以说台湾已经站在了这个 AI 跟美国的板块上面了吗？所以你很清楚啊，你看道琼狂涨1500点哦。NVIDIA 涨了5.89%，在过去的5天 ，NVIDIA 是一路上去，谁那么惨？川普选情越好，美国人要选择的时候，一路往下跌，苹果往下跌，苹果一直往下跌。苹果总算发现他站错了，板块运动中你没有选到，连巴菲特都卖苹果股票了。对，所以为什么苹果会这么惨？现在他总算发现了，报错边了嘛。我们看2017年，你看这最残忍一幕，他本来是英业达做出了 AirPods 这么厉害的 AirPods，
他跑去立讯扶植这个王来春。就在2017年，人家2016英业达做出来，2017年他就把这个给谁？给了立讯，所以他一路扶植什么？中国队，站在中国制造这边。所以为什么？所以我从 2007年的 iPhone， 我从 iPad， 我从 Apple Watch， 从 AirPod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鸿海、广达、英业达、立讯这些做的，就最后你都给了谁？给了立讯，给了比亚迪，给了歌尔声学，他在选择哪一个板块？选择中国队，他站错边了。中国板块，他现在总算发现了，原来谁才有未来 ？NVIDIA 未来，他没未来。所以为什么要选择中国制造？而且台湾这个这么厉害，为什么做得到？你当失去了 AirPod 这个订单，英业达跑去哪里？跑去犯罪之城去证明一件事情：台湾加墨西哥加美国这个供应链是可行的。所以抢地抢得非常凶，盖得非常的快，所以做出了什么？在墨西哥做什么 AI 伺服器，还有电动车的中控电脑。你看和硕这个厂卖给谁？卖给现在最红的另外一个人马斯克。你看和硕厂盖这么大，跑去墨西哥这么辛苦，还要去学西班牙文，用 APP 自学西班牙文，厂盖这么大。童子贤说：“我今天不怕川普克墨西哥的关税，因为我供应的是给谁？给马斯克。他怎么会对自己下手呢？因为他相信他站对边，建立了一条昆山凤凰城，台积电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条新的产业链，矽谷在这里，这已经是一个新的科技廊道。从矽谷到凤凰城到埃尔帕索，对，刚好有没有看到一个 AI 新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出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台湾出口到德州越来越多，台湾出口到加州越来越多。对耶，这代表什么？整个科技板块的转移其实非常清楚，而且台湾是抱团去的，以前电子五哥是打架的，会竞争的，现在到墨西哥是合作关系，伟创会介绍供应链给英业达这些人，抱团在这里，为了对抗谁？对抗中国队，在这一场战争里面站对边，所以现在英业达在墨西哥主机板可以做的跟上海一样多了，量一样多。你证明一件事情，中国制造可以取代，中国是不是不可能被打败的。宇轩，台湾现在要发展 AI， 我们现在在发展这个所谓的晶圆制造，其实都有一个关键，这个电。我觉得台积电很妙，10月的法说会，他的财务长突然讲说，台积电的电费已经是它全球各厂区里面最贵的了。宝来哥，这叫孰可忍孰不可忍？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台积电现在呢，全球厂区，比如说我们讲日本也好啊，我们讲中国也好，我们讲美国还有欧洲也有14奈米嘛。不好意思哦，这些国家对于台积电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在我们这边设厂呢，我即便说我当地的电价不一定是非常便宜，但是我会给你台积电什么？优惠价格，但我们台湾也给台积电 special 的价格。宝杰哥，你知道这个 special 是什么吗 ？special expensive，very 贵，非常贵，就格外给你来加价。所以我2022年调了15%，2023年调了17%，2024年上半年我调了25%，然后最近要调14%。你不要忘了，我们的电费是按什么等比例级去计算。换言之，如果你今天是用电大户，你今天是资料中心，你今天是在全台湾用电最多的宝杰哥，那个价格跟我们一般民众所用到的3块4块能比吗？当然不能，它会等比级数上升。所以我跟你讲，台积电其实讲得很隐晦啦，他在这里面有讲到几个重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抱怨？因为我们真的受不了。第一个，我们电费全球最贵。再第二件事情，很多人都骂我们说，不是啊，你台积电乱讲，明明日本电费比台湾贵，明明欧洲电费比台湾贵。他说不是这样子，因为第一个，我们有所谓的离峰跟尖峰的时间，所以呢是要跟全国平均价格去做一个比较。再第二个，日本呢跟美国，你们看到的叫做产业价格，但是事实上他们官方给我们的产业价格根本不是这样，我们都有优惠的条件。所以如果按照这种计算的话呢，我们的电费真的是非常贵。但是他说还是有一个但书。我们还是会留在台湾。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算水跟电这些价格，我们平均计算下去之后，台湾还是相对来的便宜，因为我们的人比较便宜。对，人便宜，土地有时候也比较便宜嘛，对不对？那包括员工、劳力、技术需求以及相关的，各位你不要忘了，为什么我们讲半导体产业聚落？为什么竹科园区能够形成？我上下游还有其他供应链、封测厂，包括相关的厂商，我当然只能留在台湾啊。所以其实台积电这个叫什么无声的哀鸣，他是在跟我们的政府讲说，我拜托你一下。可是我们这
不是不讲吗？我有很多的绿电，而且我不缺电，我也不会涨电价。不，大哥，我们不是有很多绿电嘛？我们是有很多绿电蟑螂，你讲错了嘛？我们绿电到现在为止就9%，而且未来台积电还有什么 AI 需求会持续成长哦。各位，它如果年成长率我们讲25%，我这个我还算保守估计，到时候扩厂的扩厂，封测厂需要的需要，晶圆厂需要的需要。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是按照现行的制度，因为现在讲台积电哦，它要达到一个目标，叫做 RE60，因为你知道 RE60什么吗？我60%通通都要用绿电。那你知道现在台积电的 RE 是多少吗？它只有 RE12而已。所以那我就问，48%这样的缺口，现在全台湾就算所有的绿电给台积电用都不够用，那未来要怎么达标？因为我只知道我们现在连绿电蟑螂抓都抓不完，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台湾的绿电还是停滞在9%，距离20%的目标还有遥遥长期。那我拜托一下，台积电只能说一句话，我只能相信政府会为我做到了。